亲爱的朋友，历史印记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频道，目的是深入挖掘那些改变世界进程的伟人们的生活和成就，感受改变历史进程那些人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名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故事碎片，第10段为名人给历史烙上的印记和名人的趣事。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istorical Fragments 1。在爱德华·蒙克的童年时期，有一件事情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生涯。小蒙克和他的朋友们在一次探险中误入了一个被认为是闹鬼的废弃屋。这个屋子里充满了阴暗和神秘的气息，墙上挂着的是一些古老的肖像画。望着它们，小蒙克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寒冷和恐惧。晚上回家后，他竟然开始尝试用画笔描绘出那天的经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尝试表达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这次经历后，蒙克逐渐意识到，画画可以成为一种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这对他日后成为表现主义画家奠定了基础。Historical Fragments 2。另一个关于小蒙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的家乡挪威那时候积雪覆盖。小蒙克和他的姐姐们用雪堆起了一个小雪堡，然后用炭块和枯枝在雪地上画上了各种图案，创造出一个临时的艺术作品。这种即兴的艺术创作让小蒙克极为兴奋，他发现了将日常元素转化为艺术表达的乐趣。这种在自然中寻找灵感和使用手边材料进行创造的经历，后来成为他艺术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利用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象征元素来表达深层的情感。Historical Fragments 3。在爱德华·蒙克青年时期的一个夏天，他决定参加一场开放给所有年轻艺术家的画展，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作品。蒙克带去了一幅描绘当地风景的画作，但他的画风与传统的风景画截然不同，使用了大胆的色彩和夸张的表现手法。展览的第一天，他的作品引来了众多好奇的目光，但也有不少批评和嘲讽。这次经历虽然让他感到失落，但也坚定了他走自己艺术道路的决心。之后，蒙克开始更加勇敢地探索和表达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Historical Fragments 4。蒙克在青年时期经历了一段深刻的情感挫折，他深爱的一位女子因为一些误会与他分手，这段感情的结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打击。失恋后的蒙克将这股情绪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开始创作一系列关于爱情和失落的画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吻》。这幅画不仅展示了情侣间的亲密和温柔，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和复杂情感。这一时期，蒙克的画风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注重表达内心的情感，这也为他后来成为表现主义艺术的重要人物奠定了基础。Historical Fragments 5。在爱德华·蒙克中年时期的一次画展中，他尝试了一种全新的展示方式。蒙克决定不按传统的顺序挂画，而是将画作按照他们所表达的情感和主题进行排列，创造了一种流动的叙事效果。他称之为生命的舞蹈。这种创新的展示方式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体验画作背后的情感流动，引起了极大的讨论和赞誉。通过这次展览，蒙克不仅展示了自己作品的深度，也展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前瞻性和创新力。这一点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Historical Fragments 6。在中年期间，蒙克遭遇了连串个人困境，包括健康问题和家庭争执。这些困境深深影响了他的情感和创作。在这一时期，蒙克创作了病房异画，直接反映了他对病痛和死亡的深刻感受。画中描绘的是一间阴暗的病房，病人的表情透露出无助和绝望，而这些正是蒙克内心的写照。通过这幅作品，蒙克不仅表达了个人的苦痛，
也触摸到了观众的情感，使人们对生命的脆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慨。这些作品加深了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成为表现主义的经典之作。Historical Fragments 7. 爱德华·蒙克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呐喊》，在全球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幅画不仅是表现主义运动的象征，也成为了探讨人类情感深处的焦虑和恐惧的代表作。呐喊的影响力不限于画界，它还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化媒体中，如电影、音乐和流行文化，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焦虑和孤独的象征。蒙克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开启了艺术家探索个人情感的新途径，极大地促进了20世纪表现主义艺术的发展。Historical Fragments 8. 蒙克的艺术理念和作品不仅影响了同代人，还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全球许多艺术学校将蒙克的作品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尤其是他如何通过颜色和线条表达情感的技巧。蒙克的创作方式激发了无数年轻艺术家的创造力，鼓励他们勇于表达内心世界。此外，蒙克的作品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艺术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使艺术治疗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和认可。Historical Fragments 9. 爱德华·蒙克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展览不断增多，这不仅加深了公众对他作品的理解，也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艺术交流。例如，蒙克的回顾展览在纽约、东京、巴黎等多个国际大都市举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访客。这些展览不仅展示了蒙克的艺术成就，也强调了他作品的普遍影响力，显示了艺术如何跨越国界和文化，触动人心。通过这些国际展览，蒙克的艺术遗产得以持续传播，激发了全球艺术界和普通大众对艺术的兴趣和讨论。Mark of the Day. 在挪威的一个小镇里，一个名叫爱德华·蒙克的男孩出生于1863年。那是一个世界各地文化碰撞和混合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晚清，面临外力的侵扰和内乱的挑战，而远在欧洲的挪威则相对和平，正慢慢在文艺复兴的余波中寻找自己的艺术声音。蒙克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这种早期的失落和家庭的严格教育背景，无疑对他的个人和艺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克的童年充满了对死亡、疾病和孤独的恐惧，这些主题后来成为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元素。与此同时，在中国正值同治、光绪年间，普通人的生活远没有艺术那么多彩，多数中国人忙于日常的农耕生活，文化上则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和闭关自守政策，使得整体文化创新步伐缓慢，与西方强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的科技和思想逐渐进步，而中国却因保守的体制和思想，错失了诸多转型的机会。青年时期的蒙克决定投身艺术，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挪威是相当前卫的。他的画作开始展现出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对人类情感的深刻挖掘，这在当时的艺术界是相对罕见的。而同一时间的中国青年，则多卷入了国家的存亡之战，无暇关心艺术表达的自由和深度。中老年的蒙克见证了自己作品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国际。他最著名的作品《呐喊》不仅仅是表达个人的孤独和绝望，更像是对整个时代的反思和呼唤。而同期的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等重大变革，但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仍旧步履维艰，未能像西方那样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通过蒙克的一生，我们不仅看到一个艺术家如何通过个人经历深化自己的艺术表达，更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在同一历史时期如何因应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轨迹。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艺术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文化、历史和个人命运交织的复杂叙事。正如蒙克的生活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
他的艺术作品同样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呐喊》不仅是蒙克最著名的画作，也成为了现代艺术中一个无法绕过的里程碑。这幅画的影响力远超出了艺术领域，成为了面对现代人类焦虑、孤独和存在困境的一个全球性符号。蒙克通过他的作品开启了表现主义运动的大门。这种风格强调通过扭曲的形象和饱满的色彩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这一艺术风格对后来的许多艺术家，如马克思·贝克曼、埃米尔·诺尔德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了20世纪的电影和摄影领域。蒙克的影响力证明了艺术不仅能够跨越国界，还能够跨越时代，触及人心最深处的恐惧和希望。此外，蒙克的作品在文化心理学领域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画作常被用来探讨现代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在探讨现代城市人的孤独、疏离感及其对身份的迷失。在这种意义上，蒙克的艺术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理，更预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危机。最终，爱德华·蒙克的艺术成就和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对他个人经历的一种超越。通过他的画笔，蒙克不仅表达了个人的苦痛和挣扎，更触及了普遍的人类情感，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全人类的共有财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蒙克的艺术提醒我们，尽管面对疾病、死亡和孤独等普遍主题，人类仍然可以通过艺术找到共鸣和慰藉。这不仅是艺术的力量，也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 爱德华·蒙克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他的生活和作品中都充斥着许多有趣的细节。除了他的画作《呐喊》成为全球知名的象征之外，蒙克的个人生活也同样引人入胜。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蒙克非常痴迷于自己的作品，以至于他经常重新画过他的画作，尤其是《呐喊》。据说，蒙克总共创作了4个版本的《呐喊》，每一个版本都有细微的差别，显示了他不断探索表达内心情感的执着。此外，蒙克的生活中还有一些戏剧性的事件，比如1908年，他因为精神崩溃而自愿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在那里他不仅接受治疗，还继续创作，产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作品，如《月亮和星夜》。这段经历不仅帮助他恢复了健康，也使他的艺术表达更加深刻和成熟。蒙克的一个有趣的生活习惯是他对死亡的不同寻常的态度。他曾在自己的画室中保留了一具骷髅，常用它作为绘画的模特。这种与死亡的直面交流，不仅反映了他对生命和死亡主题的沉思，也体现了他作为表现主义先驱的非凡勇气和创新精神。